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喜悦是良药，因为药啦跟病呢有关系的，那病跟健康也有关系的，那健康跟寿命也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先来讲良药之前呢，先来谈谈寿命的问题。2021年呢，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寿命最长的国家，前5名呢是日本、瑞士、新加坡、澳洲、西班牙。那接下来是另外下面5个是什么？冰岛、意大利、以色列、瑞典、法国，这个是全球长寿前10名的国家。那日本是连续20年的蝉联的长寿冠军呢。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83.7的哈。那专家学者呢去分析这些比较长寿的国家呢，他们长寿的因素呢有一些共通性不是100%一样哈，但是呢各有千秋的哈，也大同小异的哈。像日本人的食物哈，各位都很清楚嘛哈，他们是少油也不吃煎炸跟煮炒的食物。所以日本的家庭你看或日式的餐厅呢，你看不到油烟呐。那第2名的瑞士呢，他们发明巧克力巧克力在瑞士可以说是垂手可得，到处都买得到。但瑞士是欧洲呢肥胖率最低的国家，肥胖率低则三高的机会呢也会低的，这样呢健康指数就高，跟长寿也是有关的。所以吃巧克力，大家都说吃巧克力会胖，这种思维呢，也是有待商榷的哈。那长寿第3名的西班牙呢，他们是遵循传统的什么？因为他们是靠近地中海饮食。那这种饮食呢是什么？是提倡多吃新鲜的蔬菜跟水果和本地的食物用的油呢就是橄榄油了这种地中海的饮食呢，已经被专家学者证实能够降低心脏疾病跟高胆固醇的风险。以上是全球长寿前3名的国家呢，他们的饮食差异但都是长寿的饮食因素值得我们参考。然而，影响健康跟长寿的因素呢，不只是饮食而已还要遵循一些专家学者他们有研究养生之道的这个长寿因素例如什么？大家都知道嘛，运动啦、营养啦、睡眠啦，尤其是午睡也是要多用脑啦，多喝水、晒太阳、规律的作息甚至是我们上人提倡的这什么素食8分饱，2分助人好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健康跟长寿的重要因素。很多专家学者呢，包括医学家或者心理学家，都会提出自己对保健长寿的观点有就讲说，哎呀，长寿有10大因素啦有8大因素啦，有7大因素啦那其实呢，内容大概都大同小异了那有一点呢，是这些专家学者的共通点呢，而且呢，就放在长寿跟健康因素的第一位，就是保持愉悦的心情。这个实在很值得我们去探讨一定有它的道理。为什么大家都公认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健康长寿的第一个因素呢？我们去老人院服务如果有去老人院服务，大家都看到一个事实这些风烛残年的这些老人家呢，他们吃的很简单东西也是很随便，他们也没有在养生老人院里面也没有在养生，也没有在运动健身但是80、90岁的长寿老人家一大堆有去老人院服务工作的这些志工应该都有这样的见识了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世界著名的功夫巨星李小龙功夫很厉害练到全身是肌肉。虽然他的死因呢是众说纷纭的无从论断，但是李小龙从小身体就不好这是个事实加上呢从小就苦练武术，又忙着拍片，
把自己的寿命呢提前用尽了。所以李小龙是33岁就往生了，非常的短寿。李小龙的儿子叫李国豪，他也是功夫演员住在美国。那他在一次的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呢，因为道具枪假枪射出了真子弹，导致呢他腹部中弹了，失血过多往生。父子两人的短寿呢，跟这些专家学者所提的长寿因素或养生之道呢，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所以我们只能讲什么？有长寿的果呢，就有长寿的因了；有短寿的果，也是有短寿的因的甚至跟遗传基因有关了。同理呢，有健康的果呢，就有健康的因了。从小呢体弱多病，也是跟他的体质基因有关了。我们讲的家族遗传就是如此嘛。所以呢，有一个结论，专家学者所讲的长寿因素，即使我们都做到了，也不代表一定会长寿。不过，如果不去注重它，不去遵循它，忽视它，甚至呢，长期来折磨自己的身体，那要长寿，那可能就很困难了。甚至呢会把寿命呢提前用尽，这个在我们生活例子中看得很多了去年呢，台湾排名前5大企业之一的一位总裁的儿子负责管理一间很高知名度的5星饭店，有一个晚上呢，突然间的猝死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才48岁而已后来才知道说死因之一呢，是他每天呢喝酒过量晚上下班后去喝酒心肌梗塞的潜在的危机已经在体内呢招兵买马，做大势力之中，但是自己呢全然不知造成命很好，但是命很短这也是自己提前把寿命呢用尽了，这个值得我们警惕才48岁而已，功成名就之际30多年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呢，算命的跟我说我会很长寿，跟我说我有一些文学的天分，也说我的命中多贵人那会很长寿，要长到几岁呢？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要等哪一天要死的时候才知道。至于说文学天分呢，跟命中多贵人呢，这个是经过30多年后。到现在才印证算命所说，真是命中有贵人真的是如此多到算不出来了。尤其是上人是我最大的贵人而且呢，我还有一点点文学天分至少已经出了8本书了啦才算有一点点文学天分了。但是就有人质疑说算命的也是跟谁讲说他也会很长寿结果他50出头就往生了。现在很多人是50几岁往生的也是有，最近几天还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大企业家，也是50出头往生了，也是一样心肌梗塞。你看，这就有人质疑说，哎呀，这个算命的跟谁讲说他很长寿，结果这个人50出头就往生了，根本就不准啊。那我就跟这个人讲，我说算命的还是很准这个人活到50几岁，算是长寿了因为他有在行善做公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可能就是照原生的剧本，20、30几岁或30、40岁就往生了。所以对他的宿命来讲，原本是20、30岁、30、40岁要走的，现在50几岁走，对他来讲也算是延寿，也算是长寿了所以呢。长寿是要活到多长活到几岁才算长呢？不是跟别人比是跟自己比。就好像有人很长命，但是命很苦这种长命你要吗？我们也不要对。上次永不干涸的一滴水里面有提到嘛，麻风病的夫妻他们不要长命他们希望早日解脱早日往生因为活着就是一种痛苦跟折磨。刚刚前面提的那位富二代，
命很好，却英年早逝啊，你羡慕吗？我当然不羡慕嘛，啊，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业因不同啊，比的基础呢不一样啊。如果常常要跟别人比的，人生的哈，如果常常要跟别人比，这个也比那个也比啊，人比人会气死人呐，啊，要心比心才会更贴心呐，人比人会气死人呐，啊，要比就跟自己比啊。其实啊，因缘果报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啊，因缘果报也的确是粒粒不爽。你不信他，你不相信他，也不改变他的存在的事实，啊，这是生命的法则跟真理啊。但是虽然如此哦，我们也不能什么事都推给因果哦。虽然说是哦，都是如是因如是果，但是你不能什么事都推给因果，不能动不动都说是因果。明明这个是自己人为的，可以改善跟改变的，你却坐视不管，放纵自己，摧残自己。啊，就好像那位富二代的猝死一样啊，长期饮酒过量是不好的习惯啊，这是人为的啊，要靠自己去改善，不能把猝死推给因果。同理啊，你驾驶习惯不好，开车的时候都不用心，哦，那发生车祸了啊，这个也是人为的啦，啊，跟因果有什么关系啊？啊，你生活作息不好。常常过着阴阳颠倒的日子，啊，人当然是什么萎靡不振呢，精神不佳，这也是属于人为的嘛，跟因果呢没有什么关系的。哦，那什么叫做因果？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我们无法去改变它，就要用因果论来任命它，接受它，这就是什么？业障啊，叫做定业难转呐，啊，因为你改变不了它嘛，哦，这个时候呢，你讲因果啊就正确。如果事情发生了，你不去用心解决，也不尽心尽力去改善，就推给因果啊，这样就是没有正知正见了。所以正知正见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举例来讲，大家会更清楚。就好像啊，自己很投入做志工，做得很欢喜，但因为太投入了，而忽略了照顾家庭，结果先生抱怨，孩子也抱怨，而你却不去重视他，改善他，家里闹得不愉快，就说这个是因果，这样不对。你发心做志工是可喜可贺的啊，尤其啊。你在逆境中往前迈进，忍辱中往前迈进，啊，这个叫做可歌可泣啊。但是你都不关心先生跟家人，也不尊重先生啊，在道场里呢是和颜悦色啊，在家里呢变成恶行恶状了啊，让家里的气氛很不好啊，造成先生呢有了外遇啊，你还不自我检讨。就推给这些现象乱象因果造成的啊，甚至还说师父说要爱他所爱的人啊，这样会造成的可悲可叹的啊。你尽心尽力之后不能改变了啊，我们讲因果是如此啊，那就爱他所爱的人，这个这样子可以，这个就正知正见了。还有呢，因为投入做志工啊，然后呢疏于照顾自己的事业，会这样子啊。有些实业家会这样子啊，不要做实业家，一般上班族也是一样嘛。对，你在这方面花很多时间，那方面时间就减少了嘛，一样嘛。对，啊，却还说呢，他志工做得很积极啊，然后疏于照顾公司啊，然后还说我现在事业都不管了。但是公司还一直在赚钱哦，这个是要给人什么讯息呀？这样讲的话，那些苦心经营事业，用心管理公司的人，那不是傻瓜了吗？这些都叫做虽然有在学佛，但却没有正知正见啊。
我也会啊。以前我在做日记的时候，一边道场一边工厂，上次不是讲吗？我投入太多时间在事业里面的时候，我的企业也会影响到，不是不会。你疏于照顾啊，员工有些就是你在啊，他就会循规蹈矩。我讲过嘛，对，你不在啊，他就会松懈一点嘛。不要说我们的员工了，我们自己也会啦。现在疫情来的时候，在家里没有人管你，你也是会松懈嘛。不是上人不是讲吗？怕你精神会空虚，心灵会空虚，精神会松懈嘛。对，这人性的弱点嘛。啊，所以你说你有在学佛，但是没有政治正见的话，啊，这样就不好啊。你要先尽心尽力，才能说随缘呐。啊，不能没有努力造成的后果不可收拾，然后再推给因果。哦，要深信因果是没有错了，但不是什么事都推给因果，这样就不对啊。啊，不是学佛的人呢，都有政治正见的，要看你学到什么程度。哦，有初机，有中机，有这个立根度好的，不一样。讲到长寿呢，虽然长寿与否啊，不全然跟养生之道有关啊。有些人他不是很特别注重养生哦，但还是很长寿。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专家提的长寿因素我们不重要了哦，这样就错解真实意了。人生还是要学了哈，人家是专家学者，有他的专长嘛哈。我们只能讲什么？先天虽有长寿的因，但后天却一直糟蹋自己的身体，这样即使有长寿的因，但缺长寿的缘，所以也难有长寿的果报。道理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些高僧大德也没有特别养生啊，也没有特别在运动啊，但很长寿。举个例子嘛，印顺导师，他从小体弱多病，一生疾病缠身，但却活到101岁圆寂。马来西亚上次我提到说，我的师公，我师父的师父啊，在马来西亚皈依的，他跟印顺师公是同辈分的哈，他博远长老嘛，他的生活也是恬安淡薄，无欲无求啊。96岁圆寂。星云大师现在93岁，净空法师现在94岁。他们之所以能长寿，主要就是什么？道德修养的完备，是修一生之德。所以孔子说啊，大德者必得其寿。意思是说，具备高尚道德的人啊，往往越活越年轻啊。那孔子这种的有德者寿的这种哲理啊，实际上也是蕴含着义理啊。佛理接近哲理，哲理又接近义理啊，一脉这个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其实这个也就是什么，《黄帝内经》所讲的得权而不为的道理啊，得权而不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心养德，也能调理人的性情，由内而外呢，维护人的元气，使这个人能够长寿。其实刚刚讲的这个德的这个事情呢，是那些专家学者没有研究到的长寿之因啊。所以你看，这个术业有专攻啊，闻道有先后，不可专也啊。你看，不生病呢有3个条件：第一个有福报，第二个有智慧，第三个有定功。3个是不生病的3种条件。有福报就能怎么消灾解厄、趋吉避凶啊，永保安康啊。有智慧就能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啊。这句话是正言上人讲的啦。啊，他现在身体有时候也是不是很好，但是精神永远保持那么敏锐啊，这个不简单了哈。所以什么？所以是身病心不病啊。
身体的身啊，生病了，心没有病，甚至呢还以病为师啊，这个是有智慧的。那有定功呢，就能什么？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呢？就是心离静，心不乱嘛。上次不是讲禅定吗？定功嘛，禅定嘛，能让生病的因素呢不起作用。刚刚讲嘛，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呢，心离静，心不乱啊，这个就让生病的因素呢不起作用啊。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有生病之事，但是无生病之苦啊。这个是凡夫跟圣人差在这个地方了。我们是痛苦啊，人家是痛而不苦啊，差在这里。这个3个条件都要很有修才有办法做到，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其实啊，可不可以走的人呢？可不可以走的有尊严、没痛苦啊？比长不长寿呢更重要。像我妈妈呢，失智躺在病床上8年了，完全没有生活品质，看起来是很长寿，活到92岁啊，我妈妈。但这个是延长生命、拖延死亡，这个是很辛苦的长寿。其实这样的长寿，老实讲没有什么意义了。上个月的某一天的早晨我们新加坡分会一位很成功的实业家他也是受证的委员也是慈济的大护法，在清晨的睡梦中呢，突然往生了。那往生的前一天早上他还在跟群组里面的那些同学们师兄师姐们分享了熏法香的心得。那当天晚上他说肚子痛就他太太就他师姐就拿了胃肠药给他吃吃完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就这样子，享年74岁。突然间2个礼拜前，马来西亚一位很资深的委员也是一样，去印尼雅加达呢谈生意被确诊后呢，因为症状很轻微嘛，所以医院也不被接受，因为那时候医院也是很爆满的现在印尼是每天是5万人呐，疫情还没有控制住所以几乎印尼已经是差不多取代印度，是成为疫情的热区了所以这位师兄他只能待在医院里面，不到2天，病情突然间发作就走了。然后他往生前的10分钟还在群组里面跟大家互勉，要多闻法香、熏法香，还在讲这些事情。10分钟后就走了，60岁，我们都很讶异，怎么就还好好的，突然间就走了但老实讲要这样往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样走也算是什么很善终这也是不容易所以2位师兄的师姐都是慈济人他们有师父的法知道说哎呀，我们要感恩这样子往生也是有尊严，没痛苦我们就祝福他才是帮助他健康跟长寿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每一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但决定健康跟长寿的因素很多了除了刚刚讲的运动啦、营养、睡眠、多动脑、多喝水、晒太阳等等，其实还有什么？空气很有关系嘛，水，你的心情刚刚排第一位的嘛，遗传长寿跟遗传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需要各种因素共同达到一个良好的聚集，也就是各种因缘和合才会有健康长寿的果报产生所以呢，这一种的愿望不是短时间去做就可以立竿见影、立即见效的，不是，是要长久的维持像我个人，我运动差不多将近有30年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我即使我去
刊灾赈灾，我也是有做运动的，只是多少长短而已啦。我现在自己还要做重训呢，我这把年纪的人，我还在做重训，伏地挺身、仰卧起坐、拿哑铃，所以这个是要长期的恒持跟坚持，都要什么持续跟累积呢才会见效。运动也是一样人的一生呢，最无法避免的就是什么身体的疾病。去医院看病呢，去医院看病就好像车子进维修厂修理一样那长期我们注重这个养生之道呢，就好像车子定期保养一样所以要让车子呢随时处在一个什么最佳的状态就跟人要随时让身心处在最佳状态道理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呢，人们都在研究探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子的养生之道呢，才可以让身体呢少生疾病并可以呢延缓衰老延年益寿所以各种的研究跟学说都出来了。我们去参考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去参考这些研究学说呢，大概讲的是什么？刚刚讲的嘛，运动、营养、睡眠、喝水、午睡晒太阳、多动脑、少吃零食、少熬夜生活规律等等。除此之外呢，美国一位心理学教授呢，他从许多生活习惯中呢，总结出一些影响寿命的决定性因素他并且在2011年呢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长寿计划》这本书。那最让我们感觉惊讶的是什么？他书中列出的决定人类寿命许多因素中呢，排在第一位的，竟然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喝水等等，不是这些，而是什么？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跟我们前面讲的，大家所有专家学者认为长寿健康的排第一名那个什么？保持愉悦的心情，彼此是连带关系的这个美国学者讲人际关系，跟其他专家学者讲的保持愉悦心情有连带关系，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许多人际关系的研究结果里面都显示什么？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它比什么？均衡饮食啦、定期运动啦、定期健康检查啦更重要。这个是不同人不同的观点但是都值得我们参考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呢，曾经对300名的男生呢进行调查，发现呢，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跟他人的互动关系。研究还发现那些经常花时间在人群中与人群有互动的，通常都比那些喜欢独处的人呢活得更长。这种人际关系的论调呢，就跟什么行菩萨道要入人群去广结众生缘，去广结善缘的思想是不谋而合，是一样的。各位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人际关系就是什么？人缘很好嘛。人际关系好就是人缘很好。人缘要很好，就要入人群，跟人有互动才有可能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怎么会人缘好？喜欢独处或比较封闭自己的人的个性都会比较孤僻、冷漠了，比较不敢入人群所以人际关系或者人缘都不会太好。长期一个人独处，想太多，做太少，很容易就得什么忧郁症自闭嘛。所以忧郁呢最伤身体，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很容易什么？我们所讲的气虚运弱了，气很虚了运多真弱台湾话讲运途很弱，气虚运弱。这个时候呢，人体的抵抗力会随之下降，所以疾病就怎么样？趁虚而入了。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一句话说，心念偏差，业障就来了。对，心念偏差，
观念不正确的时候啊，没有正念的时候，心不正气不盛啊，当然邪轻嘛。心正气盛，邪不侵嘛，这道理是一样的嘛。那你这个时候抵抗力下降，疾病就怎么样？趁虚而入，因为你气虚阴弱啊，所以它病毒能够趁虚而入嘛。啊，所以我常常在这个培训课程里面，也是跟志工互相分享啊。在做志工的过程中，在入人群的过程中，你再怎么样做的不开心呢，都要勉励自己。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含着感恩的泪水，带着会心的微笑。不管你是强颜欢笑还是皮笑肉不笑，只要还笑得出来，就有希望。笑不出来或自己一直生闷气，这样就会郁卒了。郁卒久了就会变成忧郁啊。表面上你不生气，但是回家生闷气，上人说这样也是习气。连生闷气都不可以啊！你看看啊，是这样子啊。其实实际社区环保站的功能就是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尤其是社区的老人啊，不要关在家里，走出来到环保站去做资源回收。我爸爸最后往生4年有入人群，他去大台做志工，翻译日文。我爸爸有，我妈妈没有机会了。等到要安排他去的时候，他已经很不良于行，很不方便了，没有那个因缘了。所以让这些老人去去环保站去做资源回收，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在家里没有这些人跟你陪伴啊，在人群中有大家互相关照啊，做得很欢喜，然后生活又有寄托，所以呢，即使本来有忧郁症的轻微的了就能不药而愈了。当然你重的当然还是要看医生吃药了那有失智症的人不会恶化。我妈妈就是失智症啊，我也知道最好的办法是带她去做环保，但是那时候因缘没有了，她根本就动都不能动，人也都不认得人了，已经恶化了。那时候因缘是如此所以有失智症的人呢不会恶化，有的甚至有改善这就是社区环保站的人际关系的效应所以上人很重视这个前一阵子台湾不是疫情恶化3级戒护了1个月不是吗？全台湾的慈济环保站在政府的规定之下全部关闭上人知道后呢，很忧心忡忡上礼拜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上人还担心讲说有环保站都关起来，那这些老菩萨们怎么办？那些环保志工怎么办？上人想到这样子，问他们怎么办？因为这个是他们环保站是他们心灵寄托处上人还问说一定要关闭吗？我们把它限制人数，也保持距离，这样子不行吗？这样也不行了，因为政府有规定不行嘛。所以上人很担心，现在疫情的关系呢，全球都一样，人人都被关在家里，在家里待久了，心灵会空虚，精神会松懈，这样对身心灵都不好。所以现在衍生一些问题出来了。2009年呢，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名字很长什么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什么卡本蒂基和杰克绍斯塔克他们可能几个人就一起研究然后总结的呢，促成长寿有2把钥匙，值得我们去参考。这是他们的结论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一些团队的这个集思广益去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长寿的2把钥匙，一把是乐观，一把是生活有目标。先讲第1把钥匙，乐观人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状态呢，才能够健康长寿了。也就是刚刚所讲的，保持愉悦的心情保持喜悦的心情喜悦心情就是什么？情绪良好。情绪对健康的影响很大长期心情抑郁或事事紧张或心事重重的人呢，会导致内分泌呢杂乱失调，这个会带来什么？一系列的健康的隐忧了所以你的心情不好，情绪不稳，
就好像是什么，一张只有3条腿的桌子，缺了一只脚。桌子4只脚缺1只的时候，这个支撑力就差很多了哦。对，支撑力会不够啊，基础不好啊，当然就会不稳嘛。所以情绪是自己的，还是要靠自己解决。但是如果有善知识是更好啦。所以为什么要入人群？善知识就在人群里面嘛，对。所以自己觉得很懈怠呢，就要起精进心。自己觉得萎靡不振，就要什么打起精神，这个要靠自己啦。旁边当然有人鼓励你是最好了，还要怎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但是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有3个方法，多看佛书，多听佛法，多做志工，就是这3个。这个是正言上人开示讲的。想要心智成长，情绪很稳啊，就是这3个了哈。而且良好的情绪管理有一个先决条件，要学习什么？堪忍。上人就是很会堪忍的，上次有分享过，我现在没有再重讲了哈。早上起来就一个感恩，一个堪忍，2个。智者大师维持他慧命永存的这种思维啊，每天起来就是感恩，每天起来就是堪忍啊。小不忍会乱大谋，要忍就要什么？沉得住气嘛。不习惯忍的人呢，刚开始会忍得很辛苦了，对。常常有脾气就爆发出来的人，随心所欲就爆发出来了。习惯了以后，你要控制他不容易，好像脱缰的野马，对，很难驯服一样啊。但是呢，短暂的坚忍或者堪忍，忍耐很辛苦，强忍一下，最后呢，会成为心智成长的成长跟突破啊。这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啊。我们大家都年纪也不小了哈，实在不能跟年轻人一样哦，动不动就发脾气了。长寿的老人呢，都是什么？生性乐观的人，都是情绪稳定的人不是老人，长寿的老人基本上都是生性很乐观的人，什么事情都很容易看开，情绪很稳定的人不会喜怒哀乐呢起起伏伏的。虽然长寿的老人也会经历沧桑了，但是依然还是能够笑傲人生就是容易看开放下的意思嘛。乐观的人因为情绪掌控的比较好，所以比较容易有喜悦嘛，乐嘛，对，乐观嘛，对，所以比较有喜悦嘛。而心情喜悦的人呢，心态平和，是预防疾病最好的良药而喜悦产生的欢喜心呢，更是最好的免疫力了这就是连带关系嘛。刚刚不是讲嘛，心情郁卒啊，情绪偏差，心情低落啊，对，业障就来后面跟业障就来了就什么事情都不顺利的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有一个很乐观的心情，你产生一个很欢喜的心，这个时候很多事情是不药而愈的因为你有免疫力至少你看，欢喜的时候做事情比较不会累了，不欢喜的时候不做事情也很累了，对不对就这样一想就知道这2个有连带关系免疫力简单讲就是什么？就是抗体能抵抗什么病菌的入侵。假如我们自体产生的抗体够强的话呢，就不会轻易被传染嘛。新冠状病毒就是如此嘛，靠你自己的抗体去抵抗它嘛。对，所以一般人正常都有免疫力可以抵抗不好的病菌嘛。像感冒嘛，感冒有足够抗体的人，你多喝水，喝大杯的水，但是不必喝大杯水的，喝大杯的水，多休息就会好。免疫力不足的呢，就会怎么引发气管炎气喘等等，因为感冒而引起的，免疫力抵抗力不够现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尤其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
更厉害啊，也是没有解药啊。疫苗只是什么防治，而不是在医治。把你隔离在这负压隔离病房里面，不是要治疗你啊，是要让你多休息，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有你自己的免疫力跟抵抗力呢，去对抗已经在你身上的病毒，同时也让你隔离，不要再传给别人了。现在是这样的方法嘛？所以免疫力就好像我们体内的什么正规军呢？我们身体里面有正规军军队啊，只要有敌人入侵呢，他就负责去歼灭敌人。所以免疫力很重要，免疫力不足呢，这个时候我们病毒要进来了，我们的免疫力不足呢，会造成什么溃不成军呢？当然你这个时候各种疾病就抢占滩头堡了。生病会并发症就是如此嘛，对，失手啦，然后这敌军到处跑，跑这里跑那里啊，并发症出来一样的道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危机重重了。好，那这么重要的免疫力要从何而来呢？哇，你的免疫力很重要，没错，那从何而来呢？答案跟前面讲的养生之道或者长寿因素呢是大同小异嘛，刚才讲的那些因素嘛，健康因素嘛。甚至大家也会去买健康食品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身体跟生理上的保养，很重要，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只顾生理不够，心理的因素也很重要。生理的问题呢可以靠医药了，但心理的问题就要靠心药。欢喜心跟喜悦心就是心药。我们讲的万法唯心造就是这个意思嘛。你说这个身体呢，有生有死啊，有来有去啊，是看得见的，是有为法，也是所讲的万法之一嘛，也是唯心所造嘛。所以才说人者心之器啊，这整个人呢是心的一部机器，我们心的一部机器，心是指挥官啊。这个整个人体呢是听我们心指挥的嘛，所以这个道理懂了，我们自然就能理解什么疾病呢是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所以疾病也是有为法，也是万法之一的，也是唯心所造的。那既然是唯心所造，所以生病的时候医药很重要，但是心药更重要，因为唯心所造嘛，所以心药是更重要。而喜悦就是良药，欢喜心就是抵抗力、免疫力。专家认为心情愉悦的作用大于所有医疗、保健跟保健食品的总和我们再讲一遍心情喜悦也好，心情愉悦，它的作用呢，大于所有你的医疗保健或者吃健康食品的总和啊。所以心情愉悦跟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维持健康的金钥匙啊，金钥匙啊。好几位诺贝尔的得主呢，都强调，人如果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必须保持乐观。你说就乐观不起来啊？不过这个好像我们上次在那个大在问里面有提到嘛，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要如何保持乐观？那这个各位自己去找就没有时间讲那这个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大部分都强调人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心理状态是很平和的。那这个要先保持乐观。对，乐观它是一个重要的什么保护伞。乐观的人比较能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你看，这个是刚才讲连带关系嘛。乐观的人跟人际关系是有连带关系的而且呢，乐观的人呢，也很容易呢，很妥善的去处理任何的压力。他们的研究里面还指出人类的疾病中表面看起来是身体或生理的问题其实呢，有70%到90%呢，跟心理的压抑感有关的。也就是说，
生病里面呢70%到90%是跟心理有关的。表面上你看是这个病，追根究底，跟心理有关哦。这个是他们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一个结论。所以一个人啊，如果整天是焦躁不安啊，心神不宁啊，心事重重，心情沉重或抑郁寡欢啊，这样会导致身心处在高压之下，会让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跟破坏。相反的，一个人如果是快乐的，他大脑就会分泌什么快乐激素。快乐激素可以让人放松心情跟情绪，这样就会什么让人体的各种功能呢互相协调平衡，促进健康。刚刚讲的这个环保站啊，也会让脑菩萨们或投入的志工们做得很欢喜，而产生快乐激素啊，一样的道理啊。这个是花钱买不到的啊，心情好了，身体就健康嘛。几年前呢，大爱剧场啊，大概6、7年前吧，几年前大爱剧场有播我的连续剧，叫做《语录》啊，雨露均沾的雨露了，总共有40集啊。那方文琳呢是演我家师姐，苏炳宪演我了啊，他们去马来西亚3个月演去拍戏啊，3个月。那中间有一段呢，大概5、6集啊，是演我大女儿青春期叛逆的剧情。怎么叛逆？演给大家看当这个剧情正在播的时候呢，我大女儿她从美国，她也在收看看完之后，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跟我说：“爸爸，你要感恩我嘞。”我说：“为什么？”她说：“我那时候如果没有这么叛逆的话，你们现在哪有这个剧情可以演呢？”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错啊。那我只能回答她什么？我说：“哎呀。”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辛苦你啦！那时候真的很辛苦，他辛苦，我们也辛苦啊。好在那是过去的那听大家台说9月20号要重播了啊，这部语录的这个连续剧浓缩成30集了哈。以前如果有看过这出戏的连续剧呢，那就谢谢收看如果还没有看过的，那就敬请期待我2个女儿呢，遗传到我呢，都是身心乐观的。以前他们念小学1、3年级的时候，参加学校的活动忘了带东西去了，请我打电话到家里说爸爸，等一下你出来的时候帮我把东西带出来。那我一到现场以后，他们就会问他们要的东西他说爸爸，我们要的东西你有没有带出来啊？那我就会假装说哎呦。一般都是忘了嘛，对不对？我说哎呦，然后我们3个人会同时眼睛看着眼睛说有，他知道我假装的，他也知道我会假装有所以这个也是生活中要保持轻松幽默了那个神经线不要这么紧张了这样才会喜悦了生活才会喜悦。以上我讲的这个第1把钥匙叫做乐观这不是我讲的，是这个专家学者讲的现在讲第2把钥匙是什么？生活有目标，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要让生活有目标、有方向、有重点、有意义、有价值，而不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美国的一间大学医学中心呢，一项研究发现，生活有目标跟有计划的老人死亡率比其他老人降低了50%你看，而英国的科学家也针对40岁到90岁的受测者进行一项7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什么？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比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呢，在病死或自杀的比例呢，足足大了1倍。没有生活目标、懵懵懂懂、浑浑噩噩那种人病死或自杀的比例呢，比那有目标的人呢，多了1倍，高了1倍。临床医学也发现了，很多人在退休以后呢，会因为人生突然间目标消失了嘛，我们都会嘛，一退休就本来很忙，一退休变成没事干
因为人生目标突然消失，而导致身体健康跟精神状态呢急剧恶化。科学家也发现呢，勤于用脑思考的人呢，他的脑血管会经常性的处在一个舒展的状态，因为你有用它嘛，你好像车子一样啊，你要发动它，你才不会久了不发动，它就很难发动了，一样的意思啊。血管常常用脑思考，它就经常性的处在一个舒展的状态，进而促进脑细胞的活化跟发展，使大脑不会提早衰老，也比较不会失智。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体会的哦。所以呢，很多人投入当志工啊，就是让生活有精进啊，有目标啊，不但精进又有目标啊，而且选定目标后哦，还能够什么积极去行动，不是有目标就好了，不是生活有目标就好了，但是你要去行动，你才会到目标嘛，并且从中体会什么？为什么圣言上人讲忙人无是非，闲人无乐趣啊？很忙的人没有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啦，真正忙的人也没有时间看别人的缺点啦，对，真的忙的人也没有时间去批评别人啦，而且呢，一忙除数害了，没有时间，刚刚讲没有时间烦恼，没有时间说是非啊，甚至没有时间生病啊，忙得很啊，忘记了啊，做环保就是忘记生病，忘记自己有忧郁症，忘记自己有失智症了，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句近似语啊，忙人无是非，闲人无乐趣啊。每天闲在那没事干有什么乐趣？对啊，而且听着上人的开示之后，会提醒自己啊，我讲做环保了啊，不是只在做大地的环保同时也在做心地的环保啊。净化大地的同时，也是在净化自己的心地啊。变成越老呢，越有长者风范，所以不是只有在那边让你在那边做一些资源回收的而已，里面是有法啦，借这个资源回收，让你去入上人的法，从中提升自己的智慧，是这样子哦。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一个是方便法，一个真实法啊。上次讲过，两个是什么？唇齿相依啊，骨肉相连啊。权中有实，实中有权的意思啦。这个刚刚就讲就是第二把钥匙，叫做生活有目标。这个不只是对退休的人而言对年轻上班族也是一样。你不要每天为了赚钱，生活过得这么无奈不要为了生活而工作要为了工作而生活。上次有讲过嘛，对，要人生有目标跟规划。有目标跟规划才是为理想而工作，我上次讲过嘛，对。如果没有目标跟计划，为生活而叫无奈的工作，就是无奈的人生嘛。上次讲过所以呢，身跟心呢都会互相影响的。有的人身体有病，造成心理也生病。举例来讲身体已经生病了却一直质疑跟埋怨，为何我捐那么多钱，我做那么多好事，还会得这个病？或者说我学佛，我也发怒忏悔了，为什么还会老天爷还给我得这种病苦？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身体有病，心理也生病了。有一位也参与志工的实业家，罹患癌症了，他是大企业家。参加慈济当志工，面对癌症治疗过程中那种的死去活来的那种痛苦的经验相信是很多病友刻骨铭心的经验即使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病，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亲朋好友生病，我们在旁边看也是感同身受嘛，对不对？那这位实业家呢，他是如何去面对他这个癌病呢？他癌症的治疗过程中，他有什么体会呢？他就跟大家分享，他说增加抗体跟加强意志力是癌症病人最需要的。如果能保持行动的体力，行动要体力嘛，如果能保持行动的体力跟走动的能力，就不至于瘫痪在病床上而起不来。这是他深深的一个感触了。要做到这样子，才不会一直被躺在床上。
然后他又说，面对失败，尤其在病苦中的时候呢，不二法门就是正面思考。这个跟我们常常在分享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负面思考的空间的意思了。你这个时候坚强都已经还不一定可以面对病痛了，何况你是脆弱呢？对，不二法门就是正面思考，不怨天尤人，不抱怨连连呢，也就是刚刚讲没有负面思考的空间，起心动念都是不离正法，都是正念的。如果懂得因缘果报的道理，而能真心去接受生病的这个事实，把身体呢交给医生，把心交给诸佛菩萨，自己呢就开始从此改变什么衣食住行娱乐的不好的习惯，因为生这个病大灾教育啊，就跟现在新冠病毒一样啊，开始要改变自己了。一改变就不一样了，就慢慢拿回一点一点的什么康复的机会了。这是他成功抗癌的与众分享啊！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新药就是他抗癌成功的关键因素。我说他在医院里面也一样接受医生的这样的治疗啊，但是他这种心境不是一般人都有的啦，这个值得我们学习。他是新药，所以他说一般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他说我对这句话有所保留，因为他也是实业家嘛他有很多，他说他看到很多人从小经历过无数次失败的经验的，但是那些失败的经验累积呢，并没有为他带来成功，反而成为一种什么捆绑，因为一直失败，变成失败是一个习惯，而造成什么失去信心，变成什么事都裹足不前，不敢再有期待，不敢再有愿景，因此也失去承接更大祝福的机会，承接更大挑战的学习的机会。这也是一种人生的体会了。你看，同样的经营事业你看，同样的实业家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体会不一样。但是这位实业家这种体会，我们可以学习他走过来的路但是其实我自己也不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了。以前我就认为说，怎么常念这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认为失败顶多是成功的姨妈而已了。真正的成功之母应该是什么？做生意的道德，这才是永恒的成功。即使还没有看到成功，也离成功不远了。你只要说长袖善舞啦、尔虞我诈啦那种我利用你利用我的这种经营方式那顶多是短暂的成功了，最后也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新闻报道中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我个人的体会是如此的。其实我们如果从正向的角度看待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失败跟缺憾，用正向的心态去揣摩老天爷为什么要给我这些考验、这些病苦、这些挫折、这些失败呢？为什么？所以我们去了解之后，我们不但能够接受它，也能用喜悦的心情呢继续过日子，这样才会为我们带来更大的成功了。问题是正向思维的培养也是要经过日积月累的学习才能做得到所以这位实业家的成功抗癌经验让他有心智成长的喜悦。所以他的体会是什么？他跟我讲他的体会什么？成功之母，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喜悦才是成功之母。他的体会是如此的我要去想想为什么对他来讲喜悦是成功之母，因为喜悦是良药，让他抗癌成功嘛，对不对？这也是另外一种体会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喜悦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心灵的灵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使这个骨头枯干这个是在强调心念跟情绪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喜悦的心情跟愉悦的笑声呢，远胜过世间一切的保养品你苦瓜脸，你再怎么化妆也是难看不是吗？金钱可以买到快乐，但不能买到喜悦。喜悦是要学习的。
快乐是可以花钱没有错了，但是喜悦是要学习的。快乐是短暂，喜悦是长久的所以喜悦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更不是什么假装若无其事的强颜欢笑，不是。真正的喜悦呢，是一种很平淡，却是浑厚的内在力量。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安稳、笃定跟自在的价值感。一个悲观哀怨的人呢，是很不容易翻转人生的啦。自己唱衰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他没有能力祝福自己跟加持自己，反而在摧残自己、拖垮自己。就刚刚讲，就是唱衰自己那问题来了，我也想喜悦但喜悦不起来那怎么办那道理要先理解了要喜悦或快乐之前呢，就要先有能力的处理烦恼，要先化解烦恼再处理我们内心，先处理我们内心的各种负面的念头，要先处理烦恼跟负面的念头，对因下手，对症下药才会奏效。要战胜内心的忧郁、恐惧或不安全感呢，并不是靠医生开的药，跟医生的那些心理医生所做的什么心理咨询，听听看他讲的话，可以医治我们心灵的问题的，不是这样子因为医生自己也会面对相同的问题医生有时候也无法医治他们自己的病医生可以治疗病人生理的病，但无法治疗病人心灵上，尤其是贪嗔痴的这种心病，这个医生没有办法了。一个人生病都要医治，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对症下药了，否则只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嘛，对虽暂时借着医药可以医好病，但却忽略了自己内心还存在的忧虑、恐惧跟负面念头的等等心病而这个心病正是导致身体患病或有病难医的主因表面上看起来是医好了好像病好了医好了，但以后还会不断的患病可能不是这个病，也可能是这个病，有可能是其他病甚至有些癌病表面上看似好转了好，本来好严重，看起来好比较好了呢，哪知那是回光返照，没多久还是病发走了。这个我们身旁都看到很多这种例子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修炼到生病像那些刚刚讲的身体有病心没有病都希望能做到怎么样？喜悦是良药大家都想做到这样的境界但这个需要精神上或心灵上呢有归一处，也就是精神跟心灵上呢要有强而有力的后盾。这个后盾就是什么？正信正念跟正知正见的佛法。这个道理能透彻你才会深信不疑的，否则你半信半疑就没有力量了。你深信不疑呢，才会心诚则灵如果你是佛教徒，那就要做到把病交给医生，把心交给佛菩萨嘛我们都这样子教的嘛，对。如果你是基督徒，那就是什么做到把病交给医生把心交给上帝嘛，对。佛教讲欢喜心是免疫力嘛跟基督教讲的这个喜悦心是良药都是异曲同工之妙。身体上的病可以靠医药，但心灵上的病需要靠正法。人群中我们天天都会面对大大小小的困难跟困境，那我们如何才会有喜悦的心呢？要有喜悦的心，不是在于环境，而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心境。不是参加的大大小小各种志工的聚会或活动喜悦就会自动从天降下来，不是这样子，而是要做到心中有佛法，行中有正法，心中有正法，行中有妙法。只要欢喜心一起，免疫力自然提升。只要心中有欢喜，自然喜悦是良药了。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次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再见。